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一支属于蛮冷门的领域与公司，并且看看他们未来的潜能，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干货运船领域的上集。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来继续说他们的续集，继续来聊聊他们的领域前景和他们的利空分析。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那么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上个影片说到的精彩内容，也就是我们分享了关于 Maybach 这一家公司的业务与业绩，然后看看为什么他们的业绩总是起伏不定的原因。此外，小编我也顺便分析了 BDI 指数对干散货运船领域的影响和干散货运船的种类。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回到之前的影片了解更多哦。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上期影片的内容。上期说到干散货运船经过10年寒冬后开始复苏，而 Maybach 会否跟随呢？这里我们就要来看，其实在干散货船运的行业里，成本大致上是固定的，不过客户所支付的租赁费用变动却会让盈利提升许多，而以下可能是会导致2021年的 charter rate 创新高的原因。那么这里就来给大家细数。那么第一，我们先从干散货运船只的供应说起。经历了10年的洗礼，许多船运公司都已经破产，而现在在经济逐渐复苏的情况下，世界贸易也逐渐恢复，这也增加了对船只的需求，但是供应却因为10年低迷的洗礼变得短缺。截至2021年4月份，干散货运船需求量已经持续的超过了供应，而现在想要增加船队的干散货船运营商现在也正在购买二手船，从而推动其价值上升。但是为什么干散货船运营商们不寻找船厂来为他们造船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航运业的10年寒冬意味着许多造船厂都已经破产或合并，导致产量大大降低，而他们要制造新船只，他们至少必须等上2年，因此购买二手船是短期内唯一的方案。那么在继续之前，小编我先来打个小广告，那就是扭转乾坤在5月1日举办的天机第1集企业活动线上探讨会哦。我们主要将会来探讨 private placement 背后的神奇操作和上市公司是怎样玩转 private placement 这项企业活动的。如果要了解他们背后的玄机或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Telegram 私信小编报名哦。回到正题，从这里我们看到干散货船的订单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目前的干散货船的订单占现有的船队的 5.7%， 是几十年来最小的。当中 Handysize 和 Supramax 的 order book 更是更低于 5.7%， 分别为 3.4% 和 5.1%， 而 Handysize 和 Supramax 是他们主要的船舶，所以我们可以判断短期内船只的供应不会有激增的迹象，所以只要需求量保持 charter rate 应该可以维持。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与中国都推出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方案。就在2020年，中国宣布一项价值 2.5 亿 trillion 美金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之后在2021年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2个 trillion 美金的经济刺激方案，以改善他们的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而这些基础设施支出也导致对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而且增加数量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铁矿石，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价格创历史新高中看到。此外，大宗商品价格提高也意味着供应商愿意付出高昂的运费，以尽快将商品送达客户手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谷物、小批量货物、煤炭和铁矿的价格在2020年都上涨了，而且他们的趋势有望在2021年延续，而且 Maybach 的船只都有载送这4种商品，
因此，在一个已经紧张的市场中，这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干货运船的需求。之后说了那么多 charter rate 的东西，到底 charter rate 会怎样影响 Maybach 呢？在2016年，分析师预计 Maybach 的 break-even charter rate 是大约一天$7500，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年份 charter rate 都在 Maybach 的 break-even charter rate 的范围游走，但是就在今年Handysize 和 Supramax 的 charter rate 持续涨高，而且如果这个趋势延续，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看见 Maybach 的业绩 break even 或是开始有盈利。那么说了那么多关于 Maybach 的利好，我们也得看他们的利空，毕竟凡事都得看两面。首先的利空就是 Maybach 的管理层似乎对2021年的展望表现得很保守。就在他们刚刚出炉的新年度报告，管理层说，业界对2021年全球海上贸易增长的预测保持适中的态度，而且在未来的几年，环境保护的法律也会变得越来越严格，从而导致更高的合规成本 （compliance cost）。此外，管理层也说到，他们将严厉管控公司资产负债表，把重点放在不断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而这很可能意味着管理层将继续还清公司的债务。那么第二点就是最近 BPMB Bank Pembangunan Malaysia Berhad 不断的在抛售 Maybach 的股票，这短期内将会对 Maybach 的股价产生一定的压力。但是 BPMB 抛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钱，因为 BPMB 在上个月与Pulau Indah 发电厂私人有限公司PIPP 达成了协议，并将共同位于雪兰莪Pulau Indah的1200 MW 联合循环燃气轮机发电厂提供 3.3 个 billion 的融资。那么你们觉得 Maybach 现在是否已经体现了他们本身的价值了呢？欢迎大家到留言区踊跃分享你们的高见哦。然后如果你们想要小编我做其他公司的业绩解说的话，只需要 like 这支影片，然后在留言区写上公司的名字就可以了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